我们有提到好像在旧约要遵从律法才能够得救，那中国人呢？古代的中国人呢？古代的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、没有碰到犹太人的这些人，他们怎么得救？难道全部下地狱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圣经经文，请。好，这罗马书2章，好，那个前面就提到什么什么造天地的等等，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神就开始讲得救这件事，好，OK， 2章6节，好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神就会祝福他们。然后呢，如果结党啊什么什么这些作恶的，神就会做一些事情。好，作恶的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神就会把这些困苦怎么加给他。然后第10节就提到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，先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好，这边其实开始提到，到底没有碰到福音、没有碰到耶稣的人，他们怎么办？好，前面就在讲。跟行为有关，他们的心跟他们的行为。好 ，OK。2章12节，没有律法犯了罪，也不按律法灭亡；在律法下犯了罪，要必按律法受审判。所以在古老的中国国度，孔子、孟子他们是没有旧约律法，他们不按照律法而灭亡。好，2章13节，在旧约里头，我们不是靠听律法为义，是靠行律法成义，是看行为的哦。心里也要，行为也要，但是很多是看行为的，叫旧约。2章14节，没有律法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没有律法，自己就自己的律法。所以问你，好，孔子的中恕之道，孔子的各样的教导，如果他所教的他真的都有做到，我真的知道他会得救，因为他就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这些东西是本性里面就有的，但是没有律法写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好，孔子、孟子啊，对，好，人性本恶，人性本善，荀子啊，然后啊，好，曾子啊，吾日三省吾身，这些都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好，2章15节提到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所以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想法会成为他们心里的律法，所以就是没有旧约律法的人可以得救的方式。但是在旧约的前提之下，现在所有的人都要来信耶稣，现在连有旧约律法的人都要来信耶稣才能够得救。好，2章16节，就在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好，所以你看2章17节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就开始讲啊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你们以为你们有律法就可以夸口，可是现在开始要进到新的，就是耶稣弥赛亚启示的这一切。好，我们所以回到现场，在旧约的时代，耶稣还没有成就救恩的时候，钉十字架，然后为我们复活之前，所有人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没有律法的，无论哪一国的古人们，他们就是他们的心里面就有自己的心良心作为律法，他们如果按着良心而行，就很像孔子教，如果他真的做到，孟子教他真的做到，那么他们这些人我相信是会得救的。所以简单这样说，如果你在天堂碰到孔子、孟子，也不要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们如果真的如刚才经文所说的，他们是可以得救的。好，所以简单这样说，这些人很可能他们同时也跟亚伯拉罕一样在阴间的乐园，然后耶稣在地上，然后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事，然后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之后，他就升上高天，先把自己献给出熟果子给天父，然后到地上把掳掠的仇敌，然后把阴间属于他的人，可能包含孔子、孟子，可能包含那些按照良心而行的人，然后一起带到天堂去。OK， 所以希望也回答你的问题。